大家好，最近的黄金你们都在玩的怎么样？其实最近的黄金都在那个上上下下的起伏哦，都是蛮不错的一个投资机会。如果我们从现在这个黄金的图表5分钟图表来看的话来讲，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它的走势蛮不错一下这一天。那么在这里的话来讲，如果你说要再赚钱在黄金的话来讲，那么你要这样子做。很多时候哦，在投资的方面哦，很多时候就是说在情绪方面，有时候如果它的波动太过激烈，或者是说它的波动很美，有时候你看哦，这个它的波动哦很美一下哦，那么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说，哎，到底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吗？那么我要不要进场啊，去做买商啊这些之类？所以有时候哦，我们除了情绪在影响到我们之外，还有就是我们的思维、我们的判断能力也会影响到我们的那个决定。所以在做投资里面哦，很多因素都在掺杂在一起。很多时候我们说你有一个很好的指标，那么让你能够做得很好的一个投资的成绩出来，但是为什么又不能够达到那个成绩呢？这个就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刚才我们谈到情绪，然后还有我们有时候想的太过多，呃，那么或者是说你的个性是犹豫不决的，不知道要不要下单啊，这些之类的东西呀、所以你看哦，很多东西都掺杂在里面。如果我们把它弄得很简单的话来讲，那么其实东西是没有说很复杂的一个情况。那么，比方说，在你看过我们其他的视频，在之前的一个视频都好，我们都有用这个5分钟的图表来做，呃，我们说就来做这个讲说啊。那么在这里的话来讲，你看哦，有时候我们说这个指标很简单，很容易。我在这里的话来讲，你看到，let's say 如果我们这样子讲哦，看，OK，如果我们说你可以买它上，诶，你可以买它上，那么你也可以买它下，诶，你可以买它上，你可以买它下，然后你又再可以买它上。那么如果我们说只是跟着这样子在做，对吗？正确吗？真的是这样子的吗？很多那些原因跟理由都会跑出来。因为真正如果我们在看的话来讲，你说这个事情有那么简单的吗？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是有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那么全世界的人都不用去学习那些这样子去玩黄金啊，这样子投资黄金啊，黄金的秘诀是什么啊，全部那些的东西的，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里，你看哦，如果说从这些里面也要把它拿掉，清除掉它，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看哦，把它弄得简单一点点把它弄得简单一点点。你看到在这里的话，如果你是买它上的话，那么去到这边，诶，那么这样子来看的话，你就是在亏损，你这个 long 你是在做亏损。那么你的亏损会很大吗？不会很大，因为你的亏损不会很大，只是一点点而已。给，那么这个 short 的话来讲哦，这个 short 的话来讲，那么从这边你 short 下来，你会赚钱吗？会，你会赚很多一下，对。那么你这边你赚钱的那个幅度，会不会把你这个买上的亏损填补掉？会把你的那个亏损填补掉。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诶，我们在做交易的时候根本都不怕亏损啊。最主要是你的指标的那个成功率要很高，对吧？好，那么接下来再开单，你又在开这个单买上的，
那么在这里的话来讲，又在遇到同样的东西，你又在亏损一点点，你这个 long 又在亏损一点点，有没有？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接下来这个 short，那么我们再看，你这个 short 的话来讲，又在 short 它，那么这个 short 你可以赚钱吗？可以，赚多吗？赚多。那么可以补回你这个亏损吗？可以。所以有时候你在看你在做投资的时候，如果你说这么简单的东西，我的亏损能够补回它，那么这样子的话，那么我就很简单在做交易的嘛，我都不用怕吗？那真正很多事情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到的，但是你不会跟着做，为什么？因为你会担心，你会害怕，你会犹豫不决，然后你会想很多的东西，一定有很多的理由给你的啦，我告诉你，跑不掉的。就算是我们现在在看的这个指标都好这个 long 跟 short 的那个箭头是没有改变的所以如果你看到它有出现就出现，没有出现就是没有出现的。所以在这里的话来讲，如果我们说，哎，单单我们就做很简单的一个东西，我傻傻的跟就可以了吗？那么如果从这里我们再看如果你傻傻的跟的话来讲，目前你都可以在赚钱嘛，对吗？好，再看最后一个这个 long 的指标。所以你这个 long 的话来讲，你 long 上去到这里的话来讲，你说能够赚钱吗？可以，赚很多。所以你看到整体上真正如果我们跟着指标这样子在做的话，我不用去想很多。如果它 long 我就 long，它 short 我就 short 的话来讲，那么就这么简单的话，哎，又可以赚钱的话，为什么不要这样子跟着做？所以很多事情人不是这么简单，因为人就是不简单，所以很多事情都把东西弄得复杂，简单东西变成弄复杂。所以如果你在这里你说这个 long 的我亏损，这个 short 的我赚钱，这个 long 的我亏损，这个 short 的我赚钱，这个 long 的我赚钱，哎，这样子的话我还赚很多钱，对吗？是不是这样子在讲？正确的这个解释是真的是这样子，这分析也是这样子。因为如果你在看这个东西的话来讲，真的这些指标是没有改变，出现就出现，没有出现就是没有出现的。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我跟起来，那么就是可以很大的一个赢面。所以你在做投资、在做交易的时候，你最主要的一个东西是什么？你往往你不能够说你一定是100%赢到完，你知道吗？你不可能说你全部赢到完，所以你一定会有一些赚钱呐、一些亏损的地方这之类。那么最主要的就是说你的那个赚的情况一定要蛮不错，所以这样子的话，那么你才能够做得很好，有没有？所以在这里的话讲，你看这个情况，OK，这个 long 我们就不赚钱嘛，这个 long 不赚钱，这个 short 我们就赚钱，OK，所以这个 long 我们又在不赚钱，这个 short 我们赚钱，这个 long 我们赚钱，你就是这样子如果你这个5个交易里面有3个赢，2个亏都好，你还是赚很多，因为你亏的时候你亏少少，有没有？你赚的时候你赚很多。所以你最主要就是要这样子去做，赢多亏少，这个就是我们时常在强调的一个东西。因为如果在市面上，如果你说你赢得少，亏得多，然后你又要赢很多的次数才能够补回你一次的亏损，这个是一个呃，可以讲不是很理想的一个策略了。所以有时候你在做交易的时候，有时候你为什么你不敢去做交易，你不敢按下去你的那个订单，就是其中的原因就是说，根本你没有一个很好的成功率，对吗？是不是这样子？再看，如果说成功率高的话，那么我们还需要怕吗？不需要。那么另外一个东西，如果你说我要把这个亏损也变成不需要亏损，而这个亏损也不需要变成亏损，我只做到这个short 跟这个 long 可以吗？当然，你要提高你的程度啊。如果你的程度只是在那个我们说基本方面，那么你的程度就是说你会 long short 这样子在做，一定会有一些亏损。那么如果你要把这个成功率把它提高，这样子的话，你一定要学一些比较我们说不一样的东西，怎么样子才能够捕捉到正确的
方向，方向你一定要抓得对先，这个是第一个东西。第一个东西你方向要抓对，OK，你的方向。所以在这里我们如果这样子再看的话，就是说，哎，Number one，你的那个 direction，你的 direction。所以你的 direction 你一定要对，你的 direction 如果是不对的话来讲，那么你就不能够很好的一个情况出来，有没有？所以你一定要抓对那个方向。诶，抓对方向了之后，那么接下来你要怎么样子？抓对方向了之后，你一定要按 order，就是你一定要按 order。如果说你懂了，你又在那边犹豫不决的话，你也是会一样错过那个机会。所以很多时候哦，我们需要做的一些东西哦，你不只是说，哎，你掌握了那些知识之外，那么如果说你没有把这个 emotion control 好的话来讲，你也不能够，有没有？那么你一定要把这些东西控制得好，因为有时候你说，哎，成功就是这样子吗？不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你要成功，你包括你有那个知识，OK，第一样就是你的知识嘛。所以你有那个知识了之后，你有知识了之后，你还要努力去做嘛？诶，你要努力去做，那么你还要怎么样子？因为在投资领域里面，最大的东西就是情绪。那么如果我们的情绪一直在影响着我们的话，那么你要怎样子去做交易啊？对吗？说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如果你能够把你的那个思维把它纠正一下，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思维啦，正确的投资思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你就能够做得很好。成功不是那种偶然的东西，或者是说呃靠运气啊这些之类种种。如果你说哎运气也是很重要，那么你就把它当做是其中一个部分哦。那么如果说你说哎这些东西我要每一个就是说成功应该有的数字，把它都能够准备好，那么这样子的话来讲，你就是随时可以呃上战场了。我们这样子在讲哦，你已经准备好你自己本身，所以不管你是在做哪一个方面东西都好啊，全部东西是一样的啦。如果你没有准备好，那么你要去做生意啦，还是你要去做销售也好啊，一样啊。你没有准备好你的产品是什么东西，你的产品的卖点在哪里，你的那个服务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服务给人家，全部这些之类嘛。那么如果你根本都没有办法了解说你能够提供怎么样子一个好的服务啊、销售啊之类的东西给顾客的话，那么顾客一定是不会去买嘛，同样的道理。那么有时候如果你说，哎，我已经能够提到很好的东西，但是顾客都不买，那么如果你说这个是有运气的成分在里面，那么你就当着它是其中一个部分嘛。但是基本上来讲，如果我们说，哎，运气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的话，那么我们把我们的那个呃说服力啊、销售力啊，全部这些东西或者是成交力啊，那种全部这些关于行销啊、销售的那些技巧啊、方法都把它提高的话，那么起码这样子应该可以抵挡一些跟运气有关的东西的吧。所以在做交易的时候也同样的道理。如果说我没有那个运气，那么你能够做的另外东西就是借运，你知道吗？借运就是用别人的好运。说如果我们这样子在谈，如果说我的这个讯号能够提供给你很高的准确性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运。那么如果说你的运不好，那么你就借助我的这个运哦。东西是这样子的嘛，你不能够有好的运气的话，你就要借运，借运使运嘛，就是这样子嘛。所以你要借助别人的好运的话，你要先自己看清楚先，真的这个信号能够帮助我吗？成功率高不高？
是不是这么简单而已？还是很复杂？我要学很多的东西才能够掌握它吗？有没有？所以你一定要了解。所以在这里的话来讲，我们来看，你如果看之前的好几个视频都好，都应该这几个月里面，我们都有拍那些视频在里面。你看得到，就是说我们的讯号的成功率是很高，但是问题你在那边还在看着的话来讲，那么你就是会错过很多的机会。为什么？一天一天的过去，一个月又一个月的过去，那么可能一年也一年的过去，你还是在看着，有没有？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可能你看我们的东西已经看了好几年，但是你还在那边犹豫不决，因为在你的立场的话来讲，可能你在想，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么简单容易的东西吗？那么我告诉你，别人已经采取了行动。所以有时候哦，你还在想的时候哦，别人在行动了，已经在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或者是说已经把他们造就成不一样的一个投资者。但是如果你还是在纠结，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方式会比较好，或者是说你自己很迷惑，因为市面上太多的选择，然后你也去参加过很多的这些课程啊，哦，全部这些东西。那么在里面呢，你听他们在谈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他们讲的真的是很好，很棒，对吗？然后因为他们能够懂得那种销售力嘛，他能够卖你他们的点子，他们的 idea，就是 sell 他们的 idea。所以当你能够接受的时候哦，你就觉得说，哎，全部是正确的、对的了。但是真正来讲，当你在真正去接触、你去参与的时候，那些课程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原来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因为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告诉你一个复杂的东西怎么样子去简单的去做。那么在这里的话来讲，你所看到的东西就是说，哎，你说这个黄金就是很复杂的一个东西，我们要上很多的课程。那么你整天就是告诉我，你看这个 L 这样子也可以赚钱。我告诉你，你看这些 L 能够赚钱，但是也没有说全部赢到完哦。所以你要想清楚，你不能够说，哎，这些 L 全部都很好，全部都赢到完，没有哦。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谈到的东西就是说，你的那个成功率，你的成功率高不高？如果你的成功率高的话来讲，那么你就是不一样了，你的那个做出来的那个成绩就会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哦，你在看很多东西的时候，你说，哎，就是这么简单吗？对，你现在在看的这个5分钟的图表黄金的哦，现在是在走着的。所以你看哦，你在做交易的时候，哎，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吗？是不是这么简单？有时候如果你说为什么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因为我在市面上看了很多东西，他们都告诉我我要学很多的东西。其实有时候，如果我们说，哎，提高一点点你的那个知识水平的话来讲，我们说简单了。如果你要避免这个 long 不要去做，避免这个 long 不要去做的话，可以呀、你只是稍微提高一点点你的知识范围就可以了。啊，你现在你又跟我讲啊，只是提高一点点的这个范围，你就是能够掌握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吗？对，因为你一定要知道说怎么样子抓到这个嘛，就是这个，你讲哦，你一定要懂得怎样子抓到这个嘛，你的方向嘛。如果你的方向你做错的话来讲，你要怎样子去做？如果说你真的它的方向是 short 的话来讲，你就一直 short 它罢了嘛，你就一直 short 它罢了嘛，有没有？对不对？是这样子讲。那么如果你 short 了一段时间，你又一直在继续的 short 它的话来讲，那么你就会中招。所以你一定要知道说，它现在是要反弹的时候了。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来讲，那么你就抓到是买上的时候，不是一直在 short 它吗？你接下来你就要 long 它。所以有时候哦，你的方向哦一定要正确，就是在这里，你一定要知道说什么时候它的方向是向下走，什么时候它的方向是向上走。那如果你根本不知道那个方向的话来讲，那么你一直在那边琢磨，你说，哎，我也是可以一样 long shot 这样子啊，但是为什么我做出来的没有这样子一个很好的一个成绩？为什么你能够告诉我你做出来的这个
好像说这个指标能够有这样高的一个胜算率，为什么？因为你的指标跟我的指标不一样嘛，这个是第一个东西。然后第二个东西来讲，就是说你一定要懂一些知识，怎么样子去做才能够提高你的赢面哦？有没有看到？所以有时候哦，你在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哦，你说，哎，这个指标已经是很高的胜算，那么我再稍微提高我的一些知识的话呢，那么是不是更好？因为这些知识，如果我教你这些知识的话来讲，那么这些知识就是在你的头脑里面，就是在你自己身上里面，这些知识是你永远可以用得着的一个东西，你明白吗？这个就是一个赚钱的一个方法，一个知识。所以教你了之后，你就懂得怎么样子去做。那么这个东西，这个是不是在你自己本身的身上是永远在那边，对吗？所以有时候你在看很多那些有的没有的都好了，我们这样子讲，所以弄到自己也是很乱。如果你讲现在的世界来讲，真的是也是很乱，因为太多的东西跑出来。等一下你会看到很多人一直在转型，等一下做 YouTube 的就跑出来教这个 investment，或者是等一下算命的跑出来变成教 investment，或者是可能在打工的突然跑出来做教 investment，或者是在什么领域不同的领域的突然跑出来教 investment，只需要收你几个赚钱的东西，然后他怎样子赚钱，他怎样子这些之类，你就相信了。所以有时候你就这样子哦，被好像说，他们很会 sell 你 idea，可以这样子讲。所以当你 accept 了那个 idea 的话，但是过后你就会看到，哎，其实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有没有？因为他教你的东西是很复杂的一个东西，所以你会觉得说很难哦。所以那个时候你也是会觉得说，哎，是自己应该还没有掌握到那个知识吧，所以应该不断的去学习。但是在这里的话，有时候我们说你要学东西都好，你一样东西哦，你要记得哦，千万不可以overload。意思是说你在学的东西的时候哦，如果你学太多东西，你自己也会很乱。那么如果说我们学的少，难道就不会乱吗？不是，应该要做的东西是什么？你要选对的方法去学，OK？你要掌握到那个对的方法。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来讲，那么你就能够掌握到那个技巧。如果你学的技巧不是很正确的话，因为那些教你的人都不知道那个路应该要这样子走的，还在开始的阶段，可能现在他在走，你觉得说，哎，不错啊，走了，对呀、但是如果在稍微那个市场，我告诉你，那个市场会有变化。当那个市场在变化的时候哦，那个方法就开始不能够用了，所以变成那些在教你的人就会，他们自己都会迷惑，因为为什么方法变成不能够用了？他们不知道说每一个东西都有一个变化。当你在做投资的时候，可能去到我们比方讲，你一年都好，一年里面不可能每一天或者是每一个月，然后呃那个黄金啊还是什么都好，它都一定是波动的很正确的一个方式，一种路线这样子在走的吗？没有啊，它一定会有上上下下，或者是乱上乱乱下，等一下还是突然飙，还是什么，全部东西都会有的情况出现。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子去掌握这些东西？其实也没有说很难，你明白吗？H 没有很难，因为在市场上真正黄金的走动，你如果真正了解它的话来讲，其实它是没有几种。但是问题是说，如果你真正要去了解、去掌握的话，就是变成不简单。所以有时候哦，你在说，哎，我是不是要找那些support resistance 啊这些东西，或者是 MACD 啊这些东西，还是要找什么什么一大堆这样子的这些东西？不是的，因为如果你怎么样子找得好，你根本不了解真正的原理在那里。当你真正了解了它的东西，它的操作，那么你就会知道的很轻松。你看哦，现在你看到这个东西的哦，你看哦，现在它在这个在走动嘛，有没有？
刚才就这样子一下来，哇，你好像说，哎，它下很多啊，等一下它又再上回去，哎，这样子又再上回去了。所以有时候哦，在这里的话来讲哦，你在看这个东西的话，你一定要知道说，哎，怎样子的一个情况，你不能够随便说他上你就抓上，他下你就抓下，到时候你自己抓到你自己乱。所以在市场上，它一定有它的那个规律。所以你看哦，在这里的话，为什么我的这个，看到为什么这个 long 的 arrow 出现了之后哦，这个下这么多，然后又再上回去这边都好，都没有出现 long shot 啦，还是这之类的 arrow 出来，为什么？所以有时候哦，不是说你要乱出来，乱这些新的不可以乱来的啦，可以这样子讲。你一定要把它的走的情况是怎么样子。不然如果你看，你稍微看一下，你这样子再了解了，你看哦，呃，在这里的话来讲，你看是不是说它真的是有上啊？有没有？它是有上有啊，所以这个 long 是正确的，你知道吗？只是说它的这个上哦上不多，上不多了又再拉回下来，这样子一个原因。所以不是它错，你知道吗？是因为它的幅度小。诶，好，你再看这个 long 是不是有上？有啊，也是有上啊，这个 long 也是有上，也是对呀、啊，只是它的幅度没有很大。所以有时候如果你说你 long shot 都好，你要赢到完可以吗？可以啊，你看啊，OK。那如果你 long 在这边的话讲，你在这边跑人的话，你是不是还有一点点钱赚？是不是可以这样子讲？可以。但是问题我们讲只知道很难嘛，对不对？所以变成哎呀，我都不知道要怎样子做。那么我们做简单，你 long 了你 short，你 long 了你 short，那么不对路你就把它砍掉，就是做止损哦，停损、止损这样子一个东西。那么提高你的知识啊，提高你的 knowledge，OK，你就会知道说，哎，我这个 long 我不要去做哦，这个 long 我也不要去做，我就做 short short，然后这边的 long 我才做啊，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所以最近都可以讲，整个世界都在变啊，因为那些大的新闻啊、关税啊这些之类，影响到很多，影响到这个黄金的价钱走势啦，影响到那个 Bitcoin 啦，影响到股票市场啦，哦，全球的股票市场种种这些之类的东西，然后还有生意方面的东西也受到很大的影响。那么在整个东西影响的里面哦，会变成怎么样子？有人赚很多钱呢，那么有些人就面临问题呀、所以它一定有一个好跟一个坏的东西发生的。那么最主要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怎样子去解决问题。如果是出现问题的话，我们就要怎样子去解决问题。如果是出现好的一面的话，那么我们就怎样子去借势，你知道吗？借势。所以你如果有那个好的趋势给你的话，那么刚好你踏对那个路，那么你就是走得很顺呢、啊，你就赚很多的钱呢、啊。那么如果你踏错的地方的时候，不是说踏错了，有时候就说你需要做转变了。那么如果你稍微把它做转变，可能在之前我们说，哎，你要做线下，对吗？现在你要做线上，就是 online 的 business，还是要 online 的 sales 这之类吗？这样子种种。那么或者是说，哎，我们接下来要做投资黄金的话来讲，我要怎么样子去做才是能够真正做到它整个趋势啊？有没有？还是我要做这个 day trading 的话，那么我要怎样子去做才能够赚钱呢？所以如果你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哦，你说，哎，这个是5分钟嘛，五分钟的图表哦，OK，五分钟图表，所以你就可以说，哎，我买它，然后我 hold 着它，然后是把它卖掉，这样子做一个 day trading，然后赚它一些钱。那么在这里的话来讲呢，你看哦，有时候你不要说这些钱哦是怎么样子哦，你看一下哦，这个 shot 哦，去到这边的话来讲，你看哦，这个幅度是蛮多一下哦，蛮多一下，有50几块在那边。OK，好，那么其实很多东西想要谈，但是今晚也是蛮迟了，已经是去到半夜2点哦，已经算是差不多要靠
哦，就是去到慢玩一下。那么今天我就谈到这里了，哦，谢谢大家。